我这边 QRK Studio Bin for Revit，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铁件的画法。各位看到这里面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的铁件。其实，在 Revit 里面，它可以做很多细节。那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铁件呢，它是有弯曲度的，而且它其实是跟天花板跟空间整合在一起的。过往呢，我们都觉得这样的柜体其实就是个家具。事实上，在亚洲，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这样子有丰富这个木工技术的国家，其实我们可以非常的有效的去创造自己想做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会跟各位分享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希望可以让各位可以看看，就是说，像这个地方这种铁件的一些细节，在我们整个的空间怎么做，包括这张桌子，这也是我们当时为屋主所设计的这种空间的一些 detail。那等会呢，我们会开给大家看看我们接下来准备要运行的这个模型的整个原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来跟各位准备开始。各位，这是这个档案，这是 Extend Lines 这个案子的档案。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施工图是这样的，整个配置的完整。那在里面的平面图呢，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一段，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书房这一块，而这一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铁件这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 3D 来看看它的整个的等角透视图会发生什么事。这边开启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它就是一个书桌，而且它有一个骨架在这个地方可以出现。那同时呢，在这个案子里头，它还有另外的地方是有骨架的，在前面的玄关墙这一段，它也是一个单纯的构件，然后还有个铁盘。那用这个铁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存在于玄关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段呢，就是我们的桌子，这个桌子也是我们为这个案子所专门设计的骨架。而这个桌子呢，它其实在编辑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也是我们做好一个单纯的骨架跟各位分享。好，所以在这一段的这3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要今天讲的铁件。那我们来去看看书房，书房是我们这次主要要讲的地方。来，我们往下看整个书房的这个架构到这个地方。那看书房这一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你可以看到从侧面图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剖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5只不同的骨架，而且它会有前后的关系的分别。那它中间会有些层板，那从这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地方这个层板的关系，它怎么样放上去。那它在剖面可以看到它是从哪边走到一个最高点。好，这是书桌的位置，而这个是它往上走的位置，而这个是剖上去它走到最顶板的地方，并且我们还强调这地方其实是有底板加强固定的。好，那我们这边也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其他的不同的位置哈，所以我们开一下 3D Work 的档案，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看到，在这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书桌的位置，而我们往前拉动呢，这边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桌子，啊，这边有桌子的骨架，而这个骨架都不是家具哦，它都是我们特别为这个案子设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群组。这个群组的骨架呢，它是几根不同的铁件，然后去做组合的，包括它这个可调整角都是一起的。好，那当然我们也要这边说明一下这一段，就是像这个地方，这地方是玄关，玄关这个玻璃墙，那我们有这个不同的方管去把它组合在一起，并且有一些圆管去做一些造型，还有包括这个铁盘，铁盘也是有不同的群组去串接起来的。好，那我们来进到我们原来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其他的关掉。好，我们进到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主题里面。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各位分享，就是接下来这个档案是会跟大家分享的。你只需要在我们这个下面帮我们留个言，然后按个赞，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个问卷让你填写，就可以直接把它这个档案下来到你的电脑里面去做练习。好，我们来开始。好，首先呢，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在这样的一个铁件里面呢，你需要做的几件事情，就是先锁定好你要做的这个几个细节。那我们当然就是需要先开个立面给大家，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开一个立面。那我们重新来去做新的这个开始哈，因为这是完全新的内容。我们先剖向这个地方，然后先将这个剖面立面设为这个书墙。那通常我都会习惯它是要侧立面，因为它其实还没有开始这一段。好，在这一段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一定是空白的，但因为你在做这个设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高层，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将这个高层抓出来，
基本上你会知道它的基本的位置。那我们来做这个最基本的细节哈，除了铁件之外，我们当然是要有一些平板了，所以我们来去做一个元件模型内建。注意一下，这边可以选择的东西是什么呢？在2022你还可以选择像柜体去处理，但如果你在2023你希望它是家具，它也可以选家具。不过在2022之前，你选的家具它是无法剖面的，所以我们先选择橱柜。好，那当然我们就设一个书桌咯。好，你看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去看，在这个地方你当然是要先给它一个基本的平面啦，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一段。那为了让我们可以仿照我们这个案子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点选一下，给它个倒角。那尺寸我们就大概做个相对位置，让大家可以参考就好。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当然是需要点材料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着重在这个整个资讯管理上面的，所以看到其实里面材料是会带过来的。那这个东西的材料的这个表面呢是美耐板，所以我们点选美耐板。那我们这个桌面是透性美耐板，我们选这个。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板面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在这个侧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板它已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桌子高度都是多少呢？来点选一下，你看桌子高度通常都是完成面是75公分嘛，所以你是75公分做完成面，73公分是它这块板的位置。好，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那我们来回来看看刚刚这个地方哈。好，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进行的，那这时候我们调整一下这比例，让它大一点，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切过来的位置。那我们来准备来做这个骨架了。这个骨架怎么做呢？一样哈，在这个地方直接进行就好了，你不用把它拆成两段。那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决定一下它的侧板在哪个地方。所以我先建立起一个，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我跟各位讲，你做这种管，你可以用扫略去做。好，做扫略之前，你必须要先设定一下你的平面，所以我们才去选到这个的板的侧边。侧边之后，你去给它一个路径。比如说我现在知道这个路径是从天花板走下来。好，那在做这个路径之前，你得先跟自己讲哈，这地方有个绘制路径，点它一下。好，你把它往下走。那在这边你看线有点粗，对不对？你选一下这个比例，把它调大一点，你就看到线比较细了。好像这样子。那我们下面知道都是一个弧形嘛，我们点选一下这个弧形。好，那到底天花板，所以我们这边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到天花板是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到顶一点点。在这个案子，我们假设现在还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楼板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楼板没有做出来的关系，我们先假设它是这样的进行的。好，这个完成之后呢，注意看，我们要选择这个编辑轮廓，它一定会叫你做一个基本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平面上先做。好，你看，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是3×3的方管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中心点先抓一个 1.5 公分，一样，这边如果看起来太大太粗，你把它用这个地方点一下，把它比例调大，然后这边是3公分 1.5 公分。好，所以在这一段你把两个点选起来，按 Mirror MM 你把它复制过去。好，基本上这个3×3的方管就出来了。那你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距离啦，因为这个管子是有一个厚度的嘛。假设它是5mm 的管，你就选这样子啊。假设它是3mm 的管啊，你就打0.3。OK， 好，所以它是一个管子。那我们选一下材料，这边也是有我们的烤漆的这个管哈。那这个还没有做，所以我们复制一块，变30×30的白色烤漆框。然后这边也是改变一下它的名称。好，你看这个是方管嘛，所以方管烤漆框。好 ，OK， 按确定。那你看一下 3D， 你看它现在这个位置。接下来你按 Confirm， 它就跑出来了。好，那不是说只有这样做就好了，其实这样做也是只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哈。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从那个案子拉过来的。因为它刚高层其实是不确定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拉到接近的位置。那这一段呢，这一根方管你要做的事情很单纯，就是你知道你这边有4支，对不对？直接用阵列去发展就好了。你看，假设我每个地方间距是40公分，我直接给它间距3根，间距的4根，它就直接出现你要的这个位置。那过来最后一支怎么办？你复制一段过来，那把这一段解除群组，回到这个侧边。好，就是你刚刚的这个侧立面去看它，你去编辑它的扫略，把路径往上抬上去，单独这一支它就会被改变了。我们再回到3D 来看，
这一个单纯对这边往上抬，所以基本上这边已经完成到这一阶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件事啦，这个层板，这层板要怎么办？来，层板你一样在同个地方做。那我们回到刚刚的侧立面来看，层板做基本上只要做这个几处就可以了。几处我们一样设定一下这个侧面，一样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我们给它几块层板，譬如说这个层板我们要做的是一样是铁板的，那我们铁板在5 mm 就很厚了哈，那我们可以到8 mm 的厚度。OK， 那这一段你看这边现在还没有这个板子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复制一下，写一下8 mm 白色粗面烤漆板。好，那你看这边我们一样把名称复制下来，那这个地方确定都打勾哈，然后再按确定。好，所以这边有个8 mm 的板，一样同理可证哈，因为你其实是一个整合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你要知道它是从这边往外凸的哦。那现在你的这个内向其实是往内走的，所以你开始是0，你可以往，比如说-250看看，好，它太多了。那我们回到正面来，我直接将它对齐到这个位置，这样就够了。因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一块的板子的位置嘛，所以你可以基本上知道现在这块板它是从-161.5，从 1.5 走到-161.5，因为它对齐的是这个面往内往外凸，然后往后倒。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从这地方的这个侧立面将它往上阵列，因为我是需要几块的嘛。假设我一样35公分一块，那我就阵列个5块。OK， 它基本上就快到顶了。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快到顶了。好，当然我们原来没有画这么多啦，所以你其实也可以这边调整一下，比如说5块，我把它变3块就好。好，上面其实不太用不到嘛。然后过来我们看看下面这一块一样啊，你要把它抓下来，你要重画其实蛮累的，所以你把它复制下来先，再把它解除群组。那你回到 3D 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它是可以退回来的。那你推到这边来就可以了。那这一段呢？它如果下面还有一块要走，你一样也可以直接帮它阵列一下。那一样阵列35公分，好，你可以阵列3块或4块。你看我后面还是可以走的。当然，你如果阵列的数字有比较多一点，它其实比较能够保持一个阵列的关系。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好，所以这块已经走到下面来，其实不合理嘛，我们把它推到2就好。那其实，在真实的这个案子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板它有退2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这块板拉过来。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依着这个面走的，所以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层板都跟着我走了。所以你的基准参考面很重要哈。如果你没有要让这个做基准参考面的话，没关系，很快的，你直接复制一个新的版本过来就好。你把旧的删掉，它就不会去影响到你原来这个事情了。好，所以当然在这一块里头，你要跑到什么样的阶段，其实还是 follow 你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它就可以去做这个组合。好，我们来对照一下左边哈，第一格切过来2格，然后上面3个。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柜体哈，你看这个柜体它其实是一上一下嘛，所以你看我们点一下，复制它同一个位置对齐。我们抽屉大概58到60公分这一段，所以这边58到60。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另外一块板子的出来。那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基本的抽屉的柜子嘛。那抽屉柜子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很单纯，直接将这一块复制贴上，然后按编辑，直接做我们要做的抽屉的位置就好。所以当我们如果这个里面的抽屉就只有从这边开始的话，假设它从这边开始的话，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只有把它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像这个地方接过来。那我们在做这个柜体的时候，通常是不会去做柜身的啦，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在做 Revit 是要先把它做出来，你千万不要不做，因为不做这个柜身，其实对你来说，你的这个剖面下去就不会好看，也不会清楚。那我们这地方其实是到73到 ending， 然后刚刚是60开始，所以这一段它是直接这样子封这一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这是我们这个材料。然后再复制贴上同一个位置对齐，因为这个时候它就已经一样的了。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段落关掉。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地方它是有线架构的，然后我们将这一段吃过来，
然后给它一个2公分的厚度，因为它是板嘛，面板。那这样做完之后，你如果这块材料你想要变个颜色，你是可以在这边选一下。这里有另外一个像是美耐板的这个材料，选一下。我们回来到这个描影，可以看，你看它颜色已经变动了。那当然你还会有一个它的表面切割的问题嘛，所以你刚刚不是这样子直接拉过去的吗？这有几个方法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直接在这边建立一个空心的挤出，一样设定好这个面给它，在这边往内切，然后我设定好这个抽屉跟抽屉之间的板的距离大概是在 0.3 公分或0.3好，0.3比较刚好一块。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切进去的，有没有？点它一下，确认它有切进去，它就把它切掉了。那同理可证，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这个阵列的做法吗？你这边其实就可以做阵列，不过做阵列其实比较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用这个复制，然后先往右拉动，譬如说60公分一格，60公分一格，这样就够了。那你就会留个大留个小。好，所以基本上到这边大致完成哈。那我们这个柜体各位，我们这个2个练习的柜体我们会留给大家。那大家如果对于铁件上面或者是这些细节上面还有更多想要知道的东西，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会再另外做影集跟大家分享。OK， 谢谢大家，希望今天我们整个的视频有帮到大家一点忙，谢谢。